如果他不是鬼呢？那就当替死者报仇好了。那你不是等于谋杀？我的名字叫林安琪，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。下班以后，我照常开车回家。可在路过一个建筑工地的时候，一个怪人突然出现，我刹车不及就撞了上去。我急忙停下车来查看对方的伤势，可一转身的功夫，那个人却已经消失不见。喂，小姐，你把车停在路当中，我们怎么过去啊？眼看自己挡住了路，我只好先把车挪开。当我报警以后，警察却让我将这件事情保密，不会追究我的责任。由于精神过于紧张，今天我就请假回家休息。可我刚睡着，就有人敲门。我一开门，对方就开始询问我：你昨天深夜在何文田开车撞伤了一个人，伤者后来失了踪，我想了解当时的情况。你哪个单位派来的？哦，起初我还以为是交通警察，可对方却是个小报记者。我并不想理会他，可一关门却夹住了对方的手。我的手啊！为了表示歉意，我就把我知道的告诉了他。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他的样子，我以为把他撞死了。我马上下车去看了，在这个时候刚好有一架车经过，我再回头啊，就看不见他了，简直好像鬼一样啊！嘿，别提了，说起来我现在还害怕呢。会不会因为你眼花看错了？那你就是不相信我了？我当时很清醒，我肯定绝对没有看错。哎，还有一件事很奇怪，我去警察局报案的时候，警察问了我一个晚上，居然叫我忘掉这件事，当没有发生过。只要不告诉别人就没事了。肥猫也把他的怀疑说了出来。原来就在我撞车之前，有一对小情侣在建筑工地里玩耍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两人的血液都未吸干。肥猫怀疑被我撞的那个人就是凶手。从我这儿了解完情况以后，肥猫就找到了他的老板老马，说出了他的推测。喂，你说会不会是吸血鬼啊？我怀疑凶手一定对人血有特别的爱好。僵尸片集看多了，吸血僵尸啊，吸血。小姐，给他来一瓶番茄汁，你慢慢吸。眼看老马不相信，肥猫就开始寻找证据。当晚又发生了一起诡异案件，一个女人上夜班时被人在车里吸干了血液。肥猫立刻就把唯一的目击证人阿毛带到了老马面前。原来阿毛是个小偷，当晚他恰好偷到了死者的汽车。一开车门，砰腾，有个女尸摔出来，在他的脖子上有2个牙印。小偷的证词自然不能当作证据。想到对方有吸血的爱好，肥猫就想到了红十字会的血库。于是两人又来到红十字会寻找线索。果然，他们在血库很快就看到了那个僵尸。僵尸也恰好饿了，想吃点新鲜的。危急时刻，陈探长带人赶到了这里。陈探长，你看。僵尸见突然出现这么多人，就开始逃跑。陈探长带人在一个巷子里拦住了僵尸，立刻下令让属下清空了弹夹。不过僵尸依然依靠自己顽强的生命力逃走。事后为了掩盖事实，陈探长更是给我们2个下了封口令。肥猫作为一个正直的记者，自然不会答应。可是阿毛有把柄握在对方手里，肥猫只好暂时妥协。就在当晚，商场里又出现了一起相同的案件。本来肥猫约我今晚一起吃饭，可他打来电话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。今天晚上又有个女人被杀，我怀疑就是那个怪物干的。探长封锁了所有现场，我想跟踪这件案子。我只好让他自己多注意安全，挂断了电话。为了把事实报道出来，肥猫就偷偷来到了停尸间，把被僵尸吸过血的尸体全部拍了下来。可这也不足以证明是僵尸杀人，于是肥猫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他来到鬼屋以后，让阿毛假扮僵尸，拍下照片作为证据。可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肥猫发现僵尸真的在这里。快点拍照吧，别耍镜头了。那你快走啊！红十字会那个家伙上来了！啊！两人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后，终于拍下了僵尸的相片。第二天的报纸就引起了轰动。陈探长立刻召开了记者招待会，解释这件事情。肥猫拿出相片，开始质问他：请你告诉我们，这个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的怪物是什么东西？可下一秒，陈探长就把还没有卸妆的阿毛带了出来。我听说了他的事情后，就打电话到报社安慰他。他的同事却说他去了酒吧，可我来到酒吧后，却发现肥猫正在那里左拥右抱。眼看我生气的离开了酒吧，肥猫急忙追了出来。追上我以后，肥猫急忙解释：先别误会嘛，那2个女的可能跟午夜丽人有关系，我想查清楚吧。你不说你不管了吗？我是记者啊，不能让人冤枉我说我造谣生事啊。见到肥猫的样子后，我就开始瞎编身世吓唬他。我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的，我结过一次婚，有个女儿已经4岁了。刚刚开始的时候很好，可是没多久就变了，因为她需要的只是肉体。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分手了。好几年之后，我又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，我还以为找到了个好归宿呢，谁知道有天起来
那个男人跟我的手势都不甜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做个现成的爸爸也不错。我是说的真心话。傻瓜，我是骗你的。肥猫就把我带回家，见了未来婆婆。虽然是初次见面，但未来婆婆却待我如亲生女儿一样。晚饭过后，肥猫就要送我回家，可阿毛突然出现在他的车上，吓了我们两个一跳。眼看两人鬼鬼祟祟的到一边，不知道谈了些什么。肥猫回到车上以后，我就询问他，他却随便编了个理由来糊弄我。于是等到他送我回家后，我反手就打了个出租车跟了上去。很快我就跟踪他来到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。当我后悔的时候，为时已晚。计程车，别走啊！喂！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寻找肥猫。我刚来到屋内，就看到肥猫从楼上滚了下来。原来这次肥猫是来对付僵尸的。我担心肥猫挫伤了好人，就提醒他：等一等啊，如果他不是鬼呢？可没想到，就在肥猫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僵尸突然苏醒了过来。眼看僵尸向我扑来，我急忙举起了手中的十字架。没想到这招还真的管用，僵尸居然不敢靠近我。肥猫见状，拿起木锤和桃木钉就要上来英雄救美，可僵尸力大无穷，直接提起他就要丢下楼。我立刻拿起十字架偷袭了僵尸，这招果然管用，僵尸直接被打飞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和肥猫逃到了天台。眼看僵尸追了上来，肥猫就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圣水。眼看肥猫得手，我就把木棍递给了他，僵尸被他一棍打下了楼。就在此时，得到消息的陈探长才姗姗来迟。奇怪的是，他们打扫现场的时候，并未找到僵尸的尸体。经历过这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后，我就打算回家休息。而肥猫在回家的路上却被警察拦了下来，因为警察发现肥猫的后备箱里流出了鲜血。警察非常紧张，以为肥猫是个变态杀人狂，而肥猫却担心僵尸已经找到了。我立刻摆脱了警察。随后他来到电话亭给我打电话，但是我正在煮面，根本没有听到。我在厨房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僵尸突然出现，幸亏僵尸摔断了腿，行动不便。我急忙冲出家门，向天台逃去，可僵尸还是追了上来。我跑到边缘看了一眼，已经逃无可逃，只好闭眼认命。危机时刻，肥猫及时出现。肥猫先是用桃木钉吸引僵尸的注意力，然后掏出身后的斧头，直接砍掉了僵尸的脑袋。就在我们两个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陈探长突然出现。陈探长还以为肥猫杀了人，急忙让他放下武器。肥猫也只好把手中的斧头丢掉。就在陈探长要走过来的时候，地上的僵尸突然又动了起来。陈探长被吓得掏出手枪射击，不过僵尸的身体依然扑向了他。肥猫刚要上前救援，僵尸的脑袋突然飞了起来，咬向了肥猫。当时我就被吓得不知所措，捡起地上的桃木钉就扎向了僵尸的心脏。这下真的起了作用，僵尸立刻化作了一滩血水。虽然经历了这么恐怖的事情，但是陈探长还是不想让肥猫把这件事情报道出去，引起恐慌，于是就拿出了10万块奖金作为补偿。在老马的说和下，他们终于达成了和解，自然这些奖金也成为了我的彩礼钱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